一屁股坐哭，俩娃带孩子卖惨讨饭。大熊猫祈福带娃究竟有多搞笑？这天，祈福正带着2个孩子咔咔炫饭，起身拿竹子时不小心坐在了福来身上。哥哥福顺看到后着急的用小手使劲推妈妈，可一心只想干饭的祈福并没有察觉。直到被泰山压顶的福来急出狗叫，祈福这才挪动了他那尊贵的大柄。只是被压的是福来，而他安慰的却是福顺。福来表示3只熊的电影我不配拥有性命。带娃摆烂方面，祈福虽比不上程大，但搞笑方面两熊却是势均力敌。程大是拿娃跟饲养员换蜂蜜盆盆奶，而祈福则是直接带娃在笼子里卖惨。只可惜小帮手福顺不太给力，只见祈福正在酝酿伤感的情绪，委屈巴巴的眼神，14亿人看了都要落泪。结果没搞清楚状况的熊孩子一心只想往妈妈怀里钻喝奶奶，这一下就让祈福彻底破功，扭头走去。别看祈福带娃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仿佛在说这么可爱的仔仔你没有吧略，但实际上只要祈福带娃困了，刚才还在宝贝的娃瞬间被他当成脚垫，自己则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沉沉睡去。有时熊孩子挣扎着想出去玩，可倔强的祈福非要他陪自己睡觉，强行关机不成就换个姿势继续哄睡，生动诠释有种困叫你妈觉得你困。当祈福用爪子给自己挠完痒痒后，会与陆军毡帮孩子咬一咬。当熊孩子坐在自己最爱的笋笋上，祈福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娃一脚踢开，并且作为一直有偶像包袱的熊猫妈妈，祈福绝不允许自己在孩子们面前丢脸。如果有，那就把罪魁祸首揍一顿。这天祈福爬树时不小心压断了树枝，刚巧被小福顺亲眼目睹了全程，恼羞成怒的祈福立马撂挑子不干了，抱住树枝就是一顿疯狂大摆锤。这模样把福顺吓得后退了好几步，内心 OS 揍完他就不能揍我了哟。这天祈福把福顺叼过来放在怀里，一副母子情深的温馨画面。结果下一秒祈福就像断片似的停住了，而福顺就这么水灵灵的脸着陆了。如果说上一次只是祈福妈妈失误，那这次绝对是想锻炼福顺抗摔打能力。只见祈福毫不留情地把好盖儿推下去，当福顺累到趴在地上一动不想动时，大阿福就直接拖着脸着地的孩子朝家走。对此福顺表示我很好，就是脸有点痛。当福顺想爬到大宝座上玩耍时，不论祈福在哪个犄角旮旯，会立马冲过来将熊孩子拽下来，然后自己爬上去稳稳占据大宝座，心想屁大点玩意还想篡位姥姥。等到下树时还一屁股坐在了福顺身上，只能说熊孩子能长大全靠命运。万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从熊猫身上吃到了狗粮。冰华主动让普普摸小脸的这一幕，简直像极了偶像剧情节。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当别的小熊都忙着越狱称霸动物园时，普普冰华却在享受极限拉扯的暧昧，上演着棋盘山爱情故事。这天饲养员给普普送了新鲜加餐，他精心挑选了其中最好的一根，想要当做礼物送给冰华。知道竹子横着没办法递过去，普普特地歪着脑袋试图竖着递过去，只可惜最终还是差了一点。但相信这份心意足以让冰华感动。或许是因为曾经当过女熊的原因，普普的撩妹技巧简直炉火纯青。除了给冰华投喂好吃的竹子，他也会主动伸出小黑手帮对方挠痒痒。当普普和冰华玩拔河游戏的时候，明明自己的力气要远超对方，可他为了哄女友愣是放了一太平洋的水，冰华只是轻轻一拽就取得了胜利。这撩妹技能真该让金虎现场观摩一下。普普还会故意用耳朵挑逗冰华，发现对方舍不得把自己咬成扳手耳朵，这小子高兴的直接摇起了手手，嘴里哼哼唧唧的承认吧，你心里也有我。这极限拉扯简直幻视林黛玉和贾宝玉。都知道普普是有名的下班积极分子，时间一到就迫不及待地趴在门口哐哐砸门。然而当冰华不想这么早回家的时候，普普便会留下来蹲在墙边耐心地陪伴他。普普的一片痴心也换来了冰华的主动，他会主动跟普普展示自己的玩具，也会靠在墙边让普普抚摸自己的脸蛋，情到深处甚至还当着游客的面亲亲。估计猫粉们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只是来动物园看个大熊猫，居然吃了一肚子狗粮。其实早在普普还没恢复男熊身份之前，他就已经对小青梅冰华产生了好感，只是苦于奶爸奶妈还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只能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当看到奶爸奶妈给冰华准备的圣诞袜刚好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普普趁四下无人便想留着当做纪念，于是隔着围墙伸手对着圣诞袜一顿扒拉，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终于拿到了手。然后普普双手把圣诞袜抱在怀里，就像个痴汉一样左闻闻右闻闻。只是普普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作案过程已经被两脚兽全程围观，这下熊熊的脸面是真的要丢干净了。终于知道于爱的聪明随谁了。这天饲养员给二顺准备了食物蜂蛹，本以为他会像梁月丁丁那样发挥后置力量，结果二顺爬上木架，用熊爪抱住蜂蛹往上提，咬住其中一根后直接把竹筒捞上来抱在怀里。别出心裁的方法看得姨们一愣一愣的，终于知道于可于爱面对绳子蜂蛹时为何会想到爬上树提起绳子了，原来是遗传了妈妈二顺的聪明才智。当李奶妈将竹子笋笋放到外场后，迫不及待想吃饭的二顺直接用手开门，发现门被锁住了打不开，二顺赶紧转身甩头示意奶妈动作快点，这人力人气的样子怕不是成了精。而艾姐也是小小年纪掌握了开门大法，
妈妈出去时会帮忙打开，回家则是关上。于爱独自去外场玩耍时，更是不放心的关门，生怕有人偷偷进来把可爱的她抱走。虽然二顺因身体原因早早和可爱分开，很多技能都没来得及教给他们，但好在把最珍贵的聪慧留给了于可于爱，让他们凭借头脑克服所有困难。于爱刚开始吃竹笋时还不会剥皮，小熊精便自创了手剥式剥笋大法，直接咬住笋笋，用手扒拉笋皮，3两下就能剥出一个完整的鸡腿笋。当于爱吃不到胎飞上面的果果时，小家伙果断来到一旁的高木架上，用手拽住绳子让轮胎往这边倾斜。只可惜猪队友鱼可是吃爽了，而我们爱姐忙忙碌碌，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天正在吊桥上玩耍的爱姐发现吊床又打结了，一眼看出把其中一根绳子提高点就能解开，于是爱姐反复尝试将绳子拽上来，期间还因为电量不足躺着休息了一会，好在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把吊床解开了。不得不说于爱的毅力和智商真的是无敌，强烈建议赶紧把这孩子送清华北大。别的小熊玩滑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爱姐就算面前并没有树木墙壁阻拦，玩滑梯时也会用熊掌控制速度。而且当夏天阳光太晒的时候，爱姐会把果盘拖到阴凉处慢慢享用，甚至还抬头考虑把这个打包上树。当拿到可打不开的竹筒笋笋时，爱姐一番研究后发现是竹笋卡得太紧，于是她直接把竹筒从到高处摔下去，而竹笋也终于从竹筒里掉了出来。爱姐捡起笋刚要靠在墙边大快朵，抬头看到哥哥靠近，立马携笋而逃。果然于爱的爱就是爱因斯坦的爱，这样聪明的小熊精是谁能不爱呢？爱宝又开始翻白眼了，同样的飞头子他拥有仨。这天爱宝的母爱突然充值成功，他慈爱的弯腰想要抱起瑞宝贴贴，谁料闺女一脚就踹在了他的脸上，只见爱宝满眼都写着不可置信，随后反应过来的他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直接把臭孩子拖到树后暴打了一顿。以前只知道瑞宝长得像福宝，没想到性格也开始向姐姐靠拢了。如果说福宝专薅爱宝后背的毛，那瑞宝则是对妈妈脸上的毛情有独钟，结局自然是被爱宝狠狠丢下了木架。不过当瑞宝被爱宝暴揍的时候，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而是勇敢站出来掐腰反击妈妈，或是觉得身高不够气势不足，瑞宝就跑到站台上跟爱宝互殴。虽然不出意料的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好歹为自己争回了一口气。最令爱宝心塞的并非瑞宝的变化，而是身旁无时无刻都有个光君大王。毕竟辉宝不是朝妈妈兔子跳挑衅，就是趁爱宝睡觉爬到他头上耀武扬威，简直是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牛劲。哪怕烦不胜烦的爱宝出手教育孩子，但只要光君占据有明显优势的制高点，就算爱宝使出血脉压制也无法与其抗衡。最后累到气喘吁吁的他只能被迫停战。就是说辉宝小年纪就不好惹，难怪会被爱宝接连2次退火，并且光君作为出了名的大胃王，平日正常量的盆奶根本不能满足他，因此每次喝完还要去找妈妈喝母乳，甚至5个纽扣都要尝一遍。烦的爱宝直接躺平闭眼，眼不见心不烦。而辉宝不仅性格泼辣不好惹，还跟福宝姐姐一样不爱干净，甚至对屎尿屁格外感兴趣。只见爱宝正蹲在床边五谷轮回，谁料光君看到后立马扑上去冲了个澡，将自己浑身上下都沾满妈妈的味道，并且当半睡半醒的爱宝制造青团时，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钻出来的辉宝跳到床上就开始研究青团的构造和组成，气得爱宝直呼这臭孩子不能要了。虽然爱宝尽量不去招惹光君大王，但只要有美食的加持，结局就会不同。这天辉宝叼着根笋笋准备去草丛里吃，没曾想迎面就撞见了虎视眈眈的爱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到嘴的笋就飞了。敢怒不敢言的光君扭头冲姐姐撒气，要不是你碍事，我早就跑过去。感觉光君日常比电视剧还有意思。而如此调皮捣蛋的小熊，大家爱了吗？